今天是周末，隔壁能不能有点公德心？钻一上午了，没完没了是吧？物业能不能管管？我爸只是在业主群里投诉楼上装修声音太吵，半个小时之后，电钻声音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警笛和救护车的声音。被投诉的邻居死了。从那天起，自从有人在群里投诉，我们小区就会有人意外身亡。最近小区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？没有，我们小区的安保特别好，小区大门都是要扫脸进入的，只要有外来人员都会登记的。近期没有外来人员，这是我们的登记册。哎呦，警察同志，我天天在外面聊天，没见过有什么可疑人员呀。自从小区出了事之后，我天天盯着可疑人员，真是没有啊。警察同志，这也太吓人了！你们一定要查出来到底怎么回事啊！我们小区这一个月死好几个人了，小区房价都跌了。好的，我们了解了。有什么可疑情况，一定要通知我们。警察在我们小区走访了3天，把小区查得底朝天，只得出全部都是意外身亡的结果。走的时候只是嘱咐我们多注意用电用火安全，顺便让消防过来检查了小区的消防设施。可是我知道这个群主3年前就意外身亡了。我叫刘宇，母亲身亡后便剩下我和父亲2个人。我的父亲是学校的教导主任，可能是受工作的影响，就是热心肠，还爱管点闲事。事情发生在上个月月末的周末，楼上902的电钻声从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中午。我爸的太阳穴被震得突突直跳。我爸忍无可忍，在小区业主群内发了一条消息：902装修是不是太吵了？中午能不能让师傅们休息一下？这是一句再正常不过的投诉，群里立刻有几个邻居附和。今天是周末，隔壁能不能有点公德心？钻一上午了，没完没了是吧？物业能不能管管？好的，我马上联系业主沟通。半小时后，电钻声果然停了，世界清静了。我爸很满意，还夸物业效率高。又过了半小时，救护车的尖叫由远及近，最终停在了我们这栋楼下。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冲上楼，再下来时，担架上多了一个用白布盖住的人。这咋来救护车了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哪家老人生病了吧？我怎么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呢？爸，你别想太多了。我站在窗边，看着那抹刺眼的白色，心脏猛地一沉。很快，消息在群里传开，902的业主钱先生在维修电路线时，不慎从人字梯上摔落，后脑勺磕在切割机锋利的边缘，当场死亡。群里一片蜡烛和祈祷的表情，我爸的脸瞬间白了，他握着手机，手指都在抖。小雨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吧？爸，就是个意外。我安慰着我爸，但心里已经莫名的涌起一股寒意。这也太巧了，我爸刚投诉完，楼上的业主就意外身亡了。当天群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没人在讨论这件事，也没人在闲聊。直到午夜12点整，那个常年灰色头像的群主突然弹出一条消息，内容很简单，只有3个字：下一个。整个小区300多户人家彻底被这3个字吓住了。群主的 ID 叫李飞，我死死盯着那个名字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因为3年前的那个雨夜，就是在3号楼的天台上，李飞掉了下去。刚好那2天台风来袭，他的尸体在楼下的灌木丛里看到了台风过境才被发现。警方最终定性为酒后失足坠亡。一个死了3年的人，现在居然又出现了。第2天，警察来了，负责的警官姓沈，40多岁的模样。他挨家挨户走访，主要是询问902的情况。这902的钱先生虽然姓钱，但真的是很会省钱。家里的东西坏了，一直都是自己维修的。他老婆当天带孩子出去上奥数课，就他一个人在家里忙活。法医鉴定结果是意外死亡，没有任何他杀的痕迹。沈警官也询问了我爸在群里的发言，一般都是我爸教育别人，第一次被警察问询，我爸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警察同志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我真没别的意思。叔叔，您别紧张，我们就是例行询问，意外是谁都不想看到的。警察走后，我爸一脸心事地躺在床上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。出门遇到钱先生的妻子和孩子都不敢抬头，不出3天就瘦了一大圈。没心思过多关注我爸的情绪，我更好奇的是李飞的账号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李飞3年前确实是掉了下去。我点开业主群，群主的头像依旧是灰色的像素图，我按他，输入框里根本跳不出他的名字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难道李飞的账号经过什么特殊处理吗？小区的气氛变得诡异。刘宇，小区最近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邻居见正面都不理我啦？崔小雨是我在小区里认识的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，他跟我住同一栋楼，但是不经常回家。他也是近几年才搬回来跟他妈妈一起住的。
我们俩是因为投喂小区流浪猫认识的。你没在业主群里吗？你忘了上次因为喂养流浪猫的事，我跟群里的人吵架了，我就退群了。业主群怎么了吗？你还记得李飞吗？记得呀，3年前不是坠楼了吗？他的微信号这2天在群里说话了。不是吧？你这2天要是喂猫，选择晚上再去，千万别因为这件事再跟别人起争执了。为什么啊？我把前几天发生的事跟崔小雨讲了讲，他表示自己会注意的。邻居现在见面都不打招呼，低着头，眼神闪躲，都怕下一个会是自己。504的，你家宝马啊，懂不懂规矩就把车停别人车位上，赶紧给老娘挪走！物业管理小高504。终于有人忍不住了，住在403的孙阿姨，她家的车位被504的车占了，打电话对方也不接。孙阿姨是个暴脾气，在群里直接开骂。这条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死水里，所有人都看到了，但没人敢回复。小高也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响应，心里顿感不妙，心脏好像提到了嗓子眼。阿姨，赶紧撤回，有事私下找物业解决。我怕他个球，这我车位还有理了。半小时后，504的男主人回家，把车挪了。孙阿姨在群里得意洋洋地发了个哼的表情。孙阿姨还私聊了我，说我作为年轻人不该信这些装神弄鬼的事。看到孙阿姨没什么事，大家悬着的心似乎放下了。群里也有人附和了2句，也许902的死真的只是个巧合，下一个可能只是个恶作剧。然而第2天清晨，尖叫声再次划破了小区的宁静。孙阿姨被发现死在了自己家里。官方通报是深夜使用燃气灶烧水，因水壶水过满浇灭了火。孙阿姨在睡梦中吸入过量一氧化碳，窒息。就在孙阿姨的尸体被抬上救护车的同一时间，那个灰色的群主头像再次发言，这一次是4个字：遵守规则。整个小区彻底疯了。不出3天，已经有人陆陆续续的搬出去了。搬家公司的师傅还纳闷，怎么最近都是这个小区的搬家单。哎，刘宇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最近这几天怎么这么多搬家的？李飞又在群里说话了。是那个孙阿姨的事吗？他这次说遵守规则，这是真人规则怪谈。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兴奋呢？我最喜欢看这类小说啦，没想到发生在我身边了。你收拾收拾东西，先跟我回学校宿舍住一阵子，等找着新房子，咱就搬家。爸，搬家干嘛？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？这房子闹鬼。爸，你冷静点，这不是鬼，是人，我们不能走，走了就永远活在恐惧里。我不能走，因为我知道，这根本不可能是李飞的鬼魂在作祟。如果是李飞的鬼魂作祟，第一个报复的一定是我，一定是有人在用李飞的账号装神弄鬼。无论他是谁，我必须把他揪出来，否则3年前我所做的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。自从我决定一定要把这个人救出来之后，我就时常在小区里溜达，审视着小区里的每一个人。我分析，这个凶手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必备条件：首先，他能接触到李飞的手机或电脑，并且知道密码，从而登录他的微信；其次是他还要对小区住户的家庭情况、生活习惯了如指掌；最后就是他有能力制造出天衣无缝的意外。但让我想不通的是，这个人做这些，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？根据凶手必须满足的3个条件，我首先想到了物业，尤其是物业经理老赵，一个笑起来一脸褶子的男人。他有所有业主的资料，还有紧急备用钥匙。我分析，钱师傅的死可能是梯子被动了手脚，孙阿姨的死可能是燃气灶的熄火保护装置被破坏了，这些都需要进入现场才能做到。所以老赵是我现在认定的第一嫌疑人。我决定会老赵。我借口家里水管漏水，把老赵叫到家里，他提着工具箱跟我回了家，像往常一样热情。刘先生，哪里漏水了？我把他让到沙发上，给他倒了杯水。赵经理，不急，我想跟您聊聊。我看到老赵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正常。你看有啥事你就在物业说啊，这还给我叫家里来说了。赵经理，您认识李飞吧？3年前的业主群群主。老赵的眼神很明显的躲闪了一下，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，水还洒出来一些。认识？怎么不认识？以前他当群主的时候，我们工作上没少打交道，可惜了，年纪轻轻的，喝酒误事啊。老赵不愧是常年跟不同的人打交道，他的回答可谓是滴水不漏。那您知道他死后他的遗物，比如手机是怎么处理的吗？老赵面色恢复如常，放下水杯，手还在裤子上擦了擦。我就负责物业那点事，刘先生，你这问题我哪知道啊？警察处理的呗，我们物业就是配合调查。看到老赵淡定自若，
我想了想，又换了个问题。钱师傅出事那天，您去过902吗？肯定去过啊。刘老师投诉后，我亲自上去跟钱师傅说的，让他别影响邻居。钱师傅人挺好，马上就答应了。您进去坐了没？就在门口说了几句，然后我就和小高一起下楼去吃饭了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他没有作案事件。孙阿姨家呢？她家厨房的燃气报警器之前年检的时候正常吗？刘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孙阿姨家的报警器我们检查过，是好的，但是那玩意儿谁能保证它100%不出问题？再说了，他家那就灶具，我们早就建议他换了，他嫌贵不肯换。他站起身，表情有些不悦。你要是怀疑我，就去报警，别在这儿旁敲侧击的，谁管还修不修了？我看着他故作镇定的样子，心里反而更确定了几分。他在撒谎，但我没有证据。但是这老赵究竟在隐瞒些什么呢？看上去他更怕被提及李飞。对于钱师傅和孙阿姨的死，他泰然自若，倒不是像隐瞒了什么的样子。送走老赵，我立刻去了趟公安局，找到了沈警官。既然是有人在冒充李飞的鬼魂作祟，那么到底是谁拿到了李飞的手机？谁就最有可能在装神弄鬼。凭我自己到处问肯定是没用的，于是我想到了沈警官，警察局一定有记录3年前是谁拿走了李飞的遗物。既然当初被判定成了意外，那么遗物中一定有手机。当年我也没有拿走李飞的手机。沈警官，我想看看3年前李飞坠楼案的卷宗。李飞坠楼案？是的，这2天小区人心惶惶的，都在传是李飞的鬼魂作祟，所以我想看看。行吧，那你等我一下。沈警官有些意外，但还是调出了档案。档案很简单，现场勘查报告、尸检报告，结论是高坠死亡，血液酒精含量超标，排除他杀可能。在遗物清单那一栏，我看到了我最想知道的东西：遗物，钱包1个，钥匙1串，黑色智能手机1部。处理方式已由家属李女士签收。家属李女士，李飞没有结婚，父母早亡，哪来的李女士？这个李女士是谁？哦，是她姐姐，叫李晶。李飞有个姐姐，自从我认识李飞开始，她就一直是自己一个人，没听说还有个姐姐。她也住在这个小区吗？不住，当时留的联系地址在外地。怎么，你觉得她有可疑？我压下心中的震惊。没什么，就是好奇。认识李飞这么久，没听说他有家人。当初他姐姐很晚才来警局认领遗物的，是从外地赶回来的，好像他们姐弟关系并不是很好。怪不得呢，李飞这么多年都是自己一个人。怎么，李飞的档案对你有什么帮助吗？没有，麻烦你了，沈警官。没事儿，有什么发现你及时跟我沟通。好的，沈警官，那我先走了。走出公安局，我的后背一片冰冷。这个李晶会不会就是现在操纵一切的群主？沈警官说他们姐弟关系并不好，那他为何要为李飞报仇？如果是为了李飞报仇的话，为什么要伤害钱师傅和孙阿姨呢？他是在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对我下手吗？但他又是如何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将2起死亡事件都伪造成意外的呢？他又是如何进入钱师傅和孙阿姨的家，对他们动手的呢？我感觉我的脑子都要炸了。回想起我跟李飞相识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的前女友小田。小田跟我一样，也住在这个小区。她是个很单纯善良的女孩。李飞作为群主，利用职务之便，经常在群里组织一些活动，一来二去就和很多邻居熟络了。他能说会道，但是没人知道他皮囊之下的腐烂。李飞利用自己掌握的业主信息，筛选那些独居的、性格软弱的女性，用各种手段进行骚扰和控制。小田就是受害者之一。他先是以业主群福利的名义送些小礼物，获取这些女孩子们的信任，然后以帮忙维修等借口进入他们家中。一旦进入，他就会寻找机会安装微型摄像头。我家的智能设备最近好像出了问题。先别哭，你慢慢说。就比如说，音响半夜自己会播放恐怖音乐。我给售后打过电话了，然后维修师傅说没有任何问题。小雨，你说我家是不是闹鬼啊？别瞎想，最近有没有谁来过你家？就那个业主群主来过，但应该不能是他吧。后来小田死了，小田出事后，我找到了小田的日记，日记中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李飞所做的一切。李飞黑进了小田家里所有的智能设备，他能控制他家的智能门锁、窗帘、灯光、音响、空调温度。小田的生活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恐怖直播。
有时候半夜里，音响会突然播放恐怖的音乐。他刚洗完澡，窗帘会自动拉开。他睡得正沉，空调会把温度降到冰点，让他在寒冷中惊醒，又会突然升温。小田更换掉所有的智能设备之后，以为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，没想到他开始陆续收到匿名的威胁短信。若小田不遵从指示，那么在次日上班途中，他会发现自己的隐私照片被公然张贴于小区公告板上。尽管脸部被马赛克遮盖，但他仍能轻易辨认出那是自己，只得无奈顺从。他隐约察觉，似乎在某个阴暗的角落，有一双贪婪的眼睛正紧盯着他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李飞紧接着利用小田的美貌，在一些暗网论坛上进行炫耀和交易。小田反抗，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但没用。李飞远程打开了他家的大门，然后锁死了他卧室的房门，屏蔽他的手机信号，将他困在里面。他听着那个陌生男人的脚步声从客厅一步步走向他的卧室，听着门把手被转动的声音，他发出了绝望的尖叫。我终于确定了，那个人就是李飞。李飞已经不需要匿名发给我消息了，他手上有我被那个男人侵犯的视频。李飞安装的微型摄像头记录下了小田被侵犯的全过程。李飞利用视频威胁小田做各种各样的事。我不知道自己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。李飞把我当做了他的私人财产。既然我的灵魂已经死了，那我肉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写下最后一句话后，小田在家里割腕自杀了。小田被送到医院后，因为失血过多，陷入了长期昏迷，现在已经成了植物人。读完日记的当天晚上，我冲进李飞家里，把满身酒气的他拉上了天台。我手上有你犯罪的证据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对小田做了什么？小田，我想起来了，小田真好看啊。那你想怎么样呢？你最好自己去自首，不然我就去报警。报警？你觉得警察会信你？小田现在在医院昏迷不醒，你有证据吗？还有其他人，不止小田自己。你是不是忘了我手上有他们的视频？他们敢出庭作证吗？只要我随便发一发，他们就会身败名裂。把视频删了，不要再骚扰他们。让我删视频也不是不可以。这样吧，你从这里跳下去，我就放过他们。暴雨来临前的风很大，吹得人睁不开眼。李飞笑得猖狂，他扭曲的嘴脸在我眼中不停地放大。看到李飞一脸无所谓，我内心中理智的弦断了。他脸上的笑容一过，变成了极致的惊恐。我站在天台边缘，我慌张地跑开，但很快来临的暴雨帮我清除了所有痕迹。小田的妈妈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为我作证那天晚上我和他一直在医院看护小田。小雨，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我准备带小田回老家休养了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醒。阿姨感激你为小田做的一切，小田现在这样，阿姨也不想耽误你。阿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小田醒不过来，你该有自己的生活。如果小田醒了，我也不会让他再回到这个城市了，我怕他一辈子过不了这个坎儿。好的，阿姨，我明白了。我理解当初小田妈妈的决定，我以为这件事会随着李飞的死永远埋葬，但是现在有人把坟墓挖开了。无论这个人是想针对我还是做什么，我都要把这个人找出来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李晶，但我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线索，只知道一个名字，茫茫人海，去哪里找？我决定从李飞的过去入手。我记得李飞以前住的房子是606，坠楼后房子被出售了。我找到了现在606的业主，是一对年轻夫妻。你好，我是前房主的大学同学，我刚回国，听说他出事了，想要一下前房主亲属的联系方式。我们买房的时候是通过中介，和房主全程都没见过面。那你们有房主的联系方式吗？那我们没有，这个房子当时说是房主和他弟弟继承的共同遗产，房主在外地是找代理人跟我们办的，我们只有代理人的联系方式。好的，那麻烦你们了。虽然没有拿到李晶的联系方式，我还是得到了一个关键信息，这套房子是李飞和他姐姐共同继承的遗产，这说明李飞和李晶的关系并非他表现出来的那么疏远。告别了606的新房主，我转而去找当年负责这单交易的中介，跑了好几家中介公司，终于找到了那个叫小陈的业务员。你好，请问你是当年负责丰泽园小区3号楼606的业务员吗？你有什么事吗？小陈对我充满了警惕，我塞给他一个厚厚的红包，他才缓解一些。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想要一下606原房主的联系方式。大哥，不是我不帮你，那个捡人很神秘的，当时签合同他都是委托律师办的，本人就没露过面。律师？哪个律师事务所的？哥，这个我真不能说，有规定。我把第二个红包塞了过去，小陈左右看了看，压低声音：我只能告诉你，那个律师姓吴，
就在咱们市最大的那个保证律师事务所。线索又进了一步，直觉告诉我，这个律师事务所将会有很大的突破。我立刻赶到保证律所，前台拦住了我。先生，您有预约吗？想见哪位律师？我找吴律师，有点私事。我们所有好几位吴律师，您找哪位？我愣住了。这时，一个穿着职业套裙、戴着金丝眼镜的女人从里面走出来，看到我，脚步顿了一下。刘先生，我抬头，是一个陌生的女人，大概35、6岁的样子，气质干练。您是？我姓吴，吴奇。3年前在公安局我见过你。我的大脑飞速运转。3年前，公安局，李飞死后，警察叫我去问过话，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在群里艾特他的人。当时我身边确实站着一个女人，原来她就是那个律师。吴律师，您好，方便进办公室聊聊吗？请。你来找我的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来是想打听一下李飞姐姐李晶女士的消息。吴奇推了推眼镜，镜片后的目光锐利。抱歉，作为委托人的代理律师，我不能透露他的任何信息。这关系到我们小区2条人命。我听说了，警方不也说是意外吗？那不是意外。看到吴奇淡定自如的样子，我有些着急。刘先生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要明白，我有我的职业操守。如果你的委托人是杀人凶手呢？你所谓的职业操守，就是帮他掩盖罪行。吴奇沉默了，他看着我，许久才缓缓开口：李晶不是凶手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1年前已经去世了，乳腺癌晚期。我如遭雷击，愣在原地。李晶也死了，那现在用李飞微信发号施令的人到底是谁？线索又断了，我的脑子一片混乱。李飞死了，李晶也死了，难道真的是鬼魂？不可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鬼，一定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。吴奇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走到书柜前拿了张名片。刘先生，我知道的就这么多，我能向你保证，李晶绝不可能是杀人凶手。那究竟是谁呢？李晶女士去世前立了遗嘱，她名下所有财产，包括出售606房产所得的款项，全部捐赠给了一个流浪动物救助站。这是救助站的地址，也许你能在那儿找到点什么。我接过名片，揣在了口袋里，便起身离开了律所。我走出律所，感觉自己像一个在迷宫里兜圈的傻子，每一次以为找到了出口，结果都是一堵墙。究竟是谁在背后操纵这一切？我真的有点累了。最近干嘛呢？晚上也不见，你喂猫了？最近在查小区的事。要我说，你还是少管点闲事吧。警察都说了是意外，你别那么执着了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找到是谁。你怎么对李飞这么上心？你是不是有啥事啊？崔小雨的话让我有些慌张，毕竟当年是我失手让他掉了下去。如果当年的事曝光，不仅是我，连带小田的妈妈也会受到牵连。没有，可能是我最近侦探小说看多了。好了，别想太多了。我决定设一个局，既然凶手是靠公开投诉来选择目标的，那我就给他一个目标，我要在群里公开投诉一个人，然后等着他对我下手。但首先我需要一个完美的被投诉者，这个人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让我投诉，而且要让所有人都觉得合情合理。我的目光落在了物业经理老赵身上，这个人身上疑点重重，而且物业是最容易被投诉的对象。晚上，我故意弄坏了家里的总水阀，水流哗哗的往外冒，很快就淹没了整个卫生间。我立刻在业主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我家水管爆了，快来人！整个家都快被淹了。我同时配上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水漫金山，惨不忍睹。别急，我马上给赵经理打电话，他有总阀的钥匙。赵经理手机关机了，联系不上。我继续在群里表演。关机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关机？他这个经理怎么当的？我们家要是淹了，所有损失他负不负责？一会儿淹到我家怎么办？你们物业怎么回事啊？这小区还能不能住了？邻居们纷纷出来帮腔，指责物业不负责任。舆论被我成功点燃。我知道我的投诉已经无可辩驳地发了出去。按照规则，24小时内老赵会发生意外，但我的目的不是让老赵死，我的目的是抓住那个想让他死的人。我给在学校上班的我爸打了电话，让他先在学校宿舍住几天，不要回来。爸，家里水管爆了，你这几天先在学校宿舍住吧，修好了再回来。家里水管怎么还爆了？我就说该搬走，那你也来宿舍住吧。不了，我找了维修师傅，我得在家看着师傅干活。那好吧。我关掉了家里的所有灯，只留下一盏昏暗的小夜灯。我在客厅的角落，正对着门口的位置安装了一个针孔摄像头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手里紧紧攥着一把从厨房拿来的水果刀，
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直到午夜12点，那个熟悉的灰色头像准时出现。这一次，他只发了2个字：收到。我的心脏狂跳不止，他究竟有何打算？他将如何应对老赵？或许他已经识破了我的策略，打算直接向我下手。我一夜没合眼，直到天亮。我盯着手机，生怕错过任何消息。上午9点，老赵的消息终于出现了。老赵在群里发了一长段语音：实在不好意思，昨晚我母亲生了疾病，我连夜开车回老家了，手机没电了，实在是抱歉。他承诺赔偿我家的一切损失，态度极其诚恳。我看着他的回复，皱起了眉。难道我猜错了？他真的只是凑巧有事？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沈警官打来的。沈警官，怎么了？你现在马上来一趟局里。出什么事了？物业经理老赵死了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他回乡下的路上出车祸了，连人带车翻进了山沟里，当场死亡。又是一场意外，我设的局失败了。我不仅没抓到凶手，反而又害死了一个人。虽然我怀疑老赵，但他罪不至死。一股强烈的负罪感和挫败感将我淹没。我坐在路边，感觉自己就是个小丑。那个凶手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，嘲笑着我的不自量力。他甚至根本不需要进入现场，就能杀人于无形。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失魂落魄地来到公安局，沈警官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，他递给我一份事故报告。疲劳驾驶加上雨天路滑，车辆失控，法医鉴定没有酒精，也没有药物，刹车系统也完好无损。我看着报告，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个号码查了吗？查了，是无记名电话卡，已经注销了。这个电话会是疑点吗？你觉得电话能杀人吗？凶手是在电话里动的手脚，用声音杀人，这不可能。我走出公安局，感觉天空是灰色的，3条人命了。钱师傅、孙阿姨、老赵。我脑海里一遍遍复盘所有的细节，试图找到那个被我忽略的点。李飞、李晶、吴奇律师，还有我摸到了口袋里的名片，这是吴奇律师给我的那张名片。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地方给忘了？我立刻打车，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流浪动物救助站。它坐落在一个很偏僻的城郊，是一个由旧仓库改造的院子。我走进去，几十只猫猫狗狗立刻围了上来，冲我摇着尾巴。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女孩走了过来，她脸上有些雀斑，笑容很温和。先生您好，是来领养的吗？不是，我来找人。请问先生你找谁呢？我找你们的负责人。有什么事找我也可以的。我是受吴奇律师委托的。女孩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她把我带进一间小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女人，正在给一只小猫喂奶。她转过头，我愣住了，竟然是崔小雨。你怎么在这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？我不是一直在公寓养流浪猫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刘宇，你糊涂了，我们都认识好几年了。我是问，除了我认识的你，活在阴影里的你，你不要再跟我装糊涂了，你比我聪明多了。刘宇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不理智的你呢。如你所见，我是这家救助站的创始人。你和李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？你要给李飞报仇是吗？崔小雨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笑了笑。报仇？我为什么也要给他报仇？我巴不得李飞早点死。李晶是个很苦的女人，她弟弟就是个人渣，她一辈子都在为她弟弟犯下的错赎罪。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？我是在完成李晶的遗愿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递给我，这是李晶的日记，你看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颤抖着手翻开了那本厚厚的日记，日记的第一页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上是2个7、8岁的孩子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笑容欢快，那是李飞和李晶。我一页一页的往下看，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故事展现在我眼前。我发现了妈妈的秘密，妈妈还有一个家。原来妈妈不是工作忙，妈妈只是不要我和弟弟了。我见到了妈妈和那个新弟弟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妈妈那样对我笑了。小区邻居常师傅孙阿姨也知道了，孙阿姨逢人就说我妈妈嫌弃我爸，跟别人过日子去了。这件事终于是传到了我爸的耳朵里，爸爸疯了，他无法接受家在那一天塌了。爸爸趁妈妈来看我和弟弟的时候打了妈妈，然后自己从楼上摔下去了。从此家里就剩下我和李飞了。我和李飞被送回了爸爸的老家。李飞是个恶魔，李飞他虐待动物，欺负同学，谎话连篇。作为姐姐，我只能一直在后面帮他收拾烂摊子。
李飞把父母归咎于我，如果不是我先发现秘密，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李飞大学读了计算机专业，展现出极高的天赋，但他没有把天赋用在正道上。他最擅长的是利用各种软件漏洞和社交公理学侵入别人的生活。他利用 AI 技术伪造照片，敲诈勒索。他还黑进过了交通管理系统，修改红绿灯信号，只为了看一场车祸。如果不是我，李飞会这样吗？从日记中我看到，李晶活在无尽的痛苦和自责中。3年前，李飞独自搬回了父母留下的606房，他利用群主的身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，然后他开始了他的游戏。大晚上能不能别唱了？第二天，这个业主所有的社交账号都被黑了，私人照片和聊天记录被公之于众。他的公司收到了匿名举报信，说他努力造假。他老婆收到了他和别的女人的亲密照片。很快他丢了工作，离了婚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李飞用这种方式建立起了他的恐怖统治。李晶发现了这一切，他以给李飞买新设备的借口换走了李飞的电脑，准备把所有罪证都交给警方。但是就在他行动的前一天，李飞死了。李飞死后，李晶因为纠结和痛苦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没多久又查出了乳腺癌。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把李飞建立的这个系统彻底摧毁，报复剩下的人。李晶恨和李飞一起协助作案的老赵，装隐秘摄像头的钱师傅，还有选择看笑话的邻居，最后是他母亲的新丈夫和孩子。我慢慢合上日记本，把它放在桌上，抬头看向崔小雨。钱师傅、孙阿姨、老赵，都是你杀的。崔小雨并没有回答我，而是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，一个复杂的程序界面出现在我眼前。界面上是整个小区的3D 模型，每一户人家都像一个信息节点，闪烁着不同的光。这是李飞开发的程序，我只是在它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优化。钱师傅有严重的心脏病，但他为了省钱一直没装起搏器。我只是在他装修的时间点，通过一个伪基站，向他的手机发送了一段超高频的音频。这段音频人耳听不见，但足以诱发他的心脏病。他从梯子上摔下来，是心脏病发作的结果。孙阿姨家的燃气灶是老师的电子打火，我查到他有睡前烧水的习惯。我通过他家的智能电表，在他熟睡时进行了一次瞬时超高压的脉冲放电，灶具的电子元件被瞬间烧毁，熄火保护装置是0。老赵那就更简单了，他的车是新款的，有驾驶辅助系统。我黑进了他的车载网络，在他开车经过那个多弯的山路时，短暂地接管了他的方向盘，只需要0.5秒就足以让他冲下山崖。看到崔小雨淡定自如地描述他的犯罪过程，我感到遍体生寒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说过，完成李晶的遗愿。那你为什么要把我引到这里来？崔小雨看着我，突然笑了。因为你是最后一个变量。什么意思？刘宇，你以为你把李飞推下楼就结束了一切吗？他指着屏幕上的一个红色节点，那个节点是我的家802室。李飞在死前启动了程序的最终模式——复仇模式，目标就是你的父亲刘主任。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。我爸在群里投诉，不是巧合。当然不是，是系统引导的。系统分析出你父亲正因为造业而烦躁，于是通过网络推送了一些邻里纠纷导致恶性事件的新闻给他，潜移默化的让他产生了必须马上解决问题的冲动。他爱的物业的那一刻，就是复仇程序启动的扳机。钱师傅的死是为了让整个小区陷入恐慌，为了让你一步步走进我设好的局。这个程序一旦启动，就无法从内部停止，唯一的停止方式就是程序的指定继承人输入终极密码。谁是继承人？李飞恨他姐姐，但他又自大地认为只有他姐姐能理解他，所以他把继承人设置成了李晶。可李晶已经……没错，所以在我接手这个程序后，我修改了继承人，新的继承人是你。为什么是我？密码是什么？密码就是你心底最深的那个秘密，你对李飞说的最后一句话。天台上我说了什么？当时的我愤怒恐惧，理智全无，记忆像一团被揉皱的废纸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。慢慢想，你还有时间，不过目标已经锁定了。他点了一下鼠标，屏幕上我父亲的照片跳了出来，
旁边是红色的倒计时。我爸不在家。你觉得一个能远程操控汽车方向盘的系统会在乎它在哪吗？意外无处不在。我瘫坐在椅子上，大脑一片空白。秘密，我的秘密。我闭上眼睛，努力回到3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。我冲过去扫了他，在他坠落的那一瞬间，在他惊恐的目光中，我对他嘶吼。我吼了什么？不是你去死吧，不是人渣。我看着屏幕上我父亲的笑脸，倒计时1秒1秒的减少，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，越收越紧。崔小雨静静地看着我，像一个旁观者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颤抖着在键盘上敲下了那行字：再见我的哥哥。这句话承认了我的动机，也承认了我的罪行。是的，10岁那年我就知道，我妈妈还有一个家，这是我心底最深的秘密。我按下回车键，屏幕上的程序界面瞬间静止，所有的节点都熄灭了。复仇模式已终止，系统将在60秒后自毁。恭喜你，刘宇，你救了你父亲。这里面是李飞所有的犯罪证据，我已经发了一份给警方。你要去哪儿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我杀了3个人，虽然是间接的，我需要去赎罪。我知道，我也要去我该去的地方了。我给沈警官打了个电话。沈警官，关于李飞的案子，我想自首。我在局里等你。挂掉电话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院子，那些猫猫狗狗依旧在无忧无虑地追逐嬉戏。这个世界也许依旧充满了罪恶和不公，但总有一些人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那一点点光明，哪怕代价是把自己也拖入深渊。我抬头看着天空，笑了。这一次是发自内心的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死了3年的群主，这一次是真的死了。